你好，这是三驱兄弟。本期视频为你带来2023年100至150各价位段值得购买的汽车推荐。我会认真从购买者角度比较不同车型间的优劣，和每款车里最推荐购买性价比最高车型。不同车的推荐时间表已经列在视频下方了，且推荐理由各项参数我都会以 PPT 的方式在视频里展现。做这个系列是因为身边后台私信会有朋友问我，预算100万、预算200万都应该买什么车？想到一些观众可能也有相同诉求，索性做一期完整的推荐视频。当然，即使当下还没预算的朋友也可以收藏这期视频，以后一定用得上。梦想肯定是要有的，不过这期视频工作量很大，我跟剪辑同事加班加点做了1周才弄出来，这是真的很累。所以本期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请务必对我关注3连，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如果数据好，我也会把这个系列做下去。好，废话少说，我们直接开始。首先轿车推荐奔驰 S 级，100至150万价位可以买到 S400L 商务型豪华型和 S450L4MATIC， 在没有选配的指导价分别是 96.26 万、98.68 万、130.26 万。S400L 和 S500L 都是采用 2.5T L6 发动机加48伏轻混系统，前者虽然是低功率版本，而 S450L 则需要 5.6 秒。虽然是 2.5T， 但绝对不输奥迪、宝马的 3.0T 发动机，高速超车毫无问题。奔驰对内饰豪华感的营造那自然是没话说。拿 S450L 举例，高光杨木饰板、纳帕真皮包裹的座椅和方向盘，64色氛围灯，带着15个扬声器的柏林之声音响，后排空间又相当宽敞，前后座椅都带通风和加热功能。我很多朋友都喜欢工作完之后自己在爱车里独处一段时间，坐在奔驰后排，那体验真的没话说。不过一些配置也是要额外选配的，高端后排娱乐系统35800，氛围灯12100，这两个普遍时买车都会加上。不过实用性配置，空气悬挂360度全景影像 L2 级辅助驾驶，自动泊车电信门在购买时已经标配了，配置还是给的比较足的。如果4轮转向，电动感应后备箱也能标配，那就太好了。预算充足，直接看 S450L 就好，不过可能会超一点点，不止150。如果预算不够，商务型、豪华型的配置差异主要是豪华版相比商务型额外增加了360度全景和遥控泊车，标配 HUD 抬头显示，前后排均有手机无线充电。如果是商务型，则只有第一排标配无线充电。商务座椅没有腰部和腿托调节，只标配座椅加热，没有座椅通风。而豪华型则全部打包拥有，因此博主认为 S400L 豪华型的性价比是最高的。第二推荐帕拉梅拉，选配时推荐加长版，因为标准的后排空间或许不太够用，前排挪一挪之后，后排就显得比较拥挤了。推荐帕梅是因为这是一款兼顾家用和商务的接待车，接待客户不会掉面子，且它更是一台纯正的保时捷，兼顾车主速度动力需求。帕梅搭载 2.9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并配备传祺 PTK 双离合变速器，性能强劲。博主之前做过保时捷全系手把手选配指南，想要具体了解选配，看哪个视频就够了。推荐行政加长版或者加长铂金版开始选配，在基础版的基础上标配了全景天窗和4驱空调。车长方面，行政版的轴距要比普通版多50毫米，车身长度多150毫米，主要增加在了后排空间。因为博主自己帕梅选配指南做得足够详细了，所以很多点我就先不提了。不过帕梅并非没有缺点，我认为在这个价位选择帕梅属于一种中庸之道，兼顾速度、家用、商务3种需求。但换一种说法，每种需求帕梅都很难完美胜任。论速度驾驶体验，它比不过911、718，在低速驾驶时会有明显的顿挫感，转弯半径偏大，车子本身太宽了。论商务接待，它比不过奔驰 S 级，后排乘坐不够舒展，而且很多震动也无法过滤掉。家用比它合适的车太多了，帕梅的储物空间被设计的非常小，如果额外多一些行李都非常不方便。前排座椅还很硬，开久了腰痛。都100万级别豪车了，主动刹车 L2 级辅助驾驶还需要选配，如果不提现车，选配好之后还可能要等大半年才能提车。不过为什么依然还有很多人选择帕梅呢？或许正是那句保时捷无可替代吧。在博主眼里，选择帕梅从来不是一种妥协的选择，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既要追求驾驶乐趣，又要在闲暇时刻享受家人的美好时光，这就叫我全都要。第三，宝马7系，这个价位我们直接看 740Li， 车型可以分为领先型和尊享型，两种车型又可分豪华套装和运动套装风格，两种风格的价格是一样的。不过 M 运动套装可以额外花35500元选择 M 性能版运动套装，包括个性化的老6版跟黑色高光外光组件，黑色高光卡钳，运动感会更强烈。740Li 领先型的配置已经相当够用，相比于735Li 升级到了21英寸轮毂，360度全景影像， HUD 抬头显示，前排座椅腿托，中控屏手势控制都是有的。而尊享型更是直接拉满，在领先型的基础上多了自动开合式车门， Merino 真皮座椅，31.3英寸后排悬浮式巨屏，后侧车窗遮阳帘，全景星轨天幕的。谁说豪华后排只是奔驰的代名词？智能化配置方面也是相当的给力的，配备了防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盲点检测等安全系统，又有新一代 iDrive 智能控制系统，智能化配置很
很高。740Li 前后排空间都非常宽裕，车长接近5.4米，同级别之最，难怪有人称之为青春版劳斯莱斯。不过这台车高速开的时候，前排静谧性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高速风噪明显，但后排却很安静。七系有个特点，就是不管自己开车还是请司机都非常合适，体验也很不错。自己开的话 3.0 升直列6缸加 8AT， 动力充沛，加速又快又平顺，方向盘轻重刚好，驾驶时还能有一些动态反馈。但是坐在后排，路面反馈又被完全隔绝了，相当舒适和安逸。这3款轿车其实定位都非常明显，商务接待肯定是优先选择奔驰 S。奔驰整个品牌整体来说，定位还是更加偏向于豪华舒适，在内饰上大量使用真皮和木纹饰板，无论是排面还是后排的舒适度上，都会更加适合商务接待。宝马的话，因为品牌调性更加偏向运动，所以在外观上也会更加硬朗，内饰上主打简洁和科技感，更加适合家用。帕梅则是一个偏性能的家用车，倾向于追求驾驶和操控，车辆的舒适性不会太好，适合对于驾驶操控有一定需求的车主。SUV 首先推荐保时捷卡宴，在100至150这个价位可以选择的车型有4款：卡宴、卡宴酷配、卡宴 E Hybrid、卡宴 E Hybrid 酷配。酷配是运动车型，后排车顶会比较矮。E Hybrid 为混动版，因为政策扶持，可以省下大约10万元左右的购置税，上绿牌性价比很高，并且因为混动多了电机的原因 ，E Hybrid 的100公里加速会比卡宴要快0.5秒，但是卡宴的最高时速会比 E Hybrid 的略高一些，不过都远远超过国内限速的120公里每小时，正常使用的话完全是够的。因为卡宴继承了保时捷的运动基因，在驾乘体验中更倾向于前者，前排空间舒适宽敞，后排就相对小一些。我更加倾向于家用，商务接待会稍稍差一些。具体选配的话，还是看我们卡宴选配指南视频吧，聊得足够详细了，这里我们就不详细展开。另外，卡宴如果选择混动版的话，只需132万就可以把各种实用性配置体验拉满。感兴趣的可以考虑一下。第二推荐奔驰 GLS， 这款车可能稍微有些复杂，在这个价位可以选 GLS 400 4MATIC 以及 GLS 450 4MATIC。国内的 GLS 分为中规版、美规版、家规版，它们3者在发动机配置、生产标准都有不同。如平行进口美加版标配双层夹胶隐私隔热玻璃，中规进口需要贴隐私膜。平行进口的前膝部气囊全系标配，中规没有。平行进口车尾能选拖车钩，中规没有。因为中规的没有后防撞钢梁，所以选不上等等。其中美规 GLS 可选装项目最多，标准最高，家规其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算进行选择。不过由于 GLS 供不应求，不同版本和不同配置交付时间都可能不同，预计从几个月到1年不等，希望各位准车主做好心理准备。不过无论是哪个版本都非常符合100万级别的身份，整体配置以及用量和做工都是最高水平，配有主动安全配置、空气悬架、电动感应后备箱、后排座椅加热以及柏林之声等配置，就是没有选配，对于日常使用来说也是完全够的。车机在 BBA 中也是最强的，但在变速和低速行驶时会有顿挫感，确实是不应该的。空间上虽然这是款全尺寸 SUV， 轴距3135毫米，但第3排会略显局促，如果把2排座椅调至最后，3排基本比较难坐人了。不过1、2排的空间还是完全够的，而且大尺寸还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城市开起来确实蛮累的，不但停车视线较差，还需要留意限高和地库天花板。如果是家用的话，推荐老司机开。我个人觉得 GLS 适合拿来带客户四处转转，比如实地考察，途中有非铺装路面，开着一台 GLS 既保证车辆的通过性，又不至于像硬派越野一样让客户坐得不舒服。第3，推荐宝马 X7 xDrive 40i 3.0 的排量车型随便挑，最大功率280千瓦，最大扭矩520牛米，100公里加速时间为6.1秒。这一代的 X7 的内饰和宝马电车 iX 保持一致，由一块12.3英寸液晶仪表和14.9英寸触摸屏组成了曲面双联屏，并且搭载了全新的 iDrive 8系统，支持手势控制、智能语音控制等等。整体的内饰材质方面，采用了高级真皮、实木、铝合金等材质，配上哈曼卡顿音响和氛围灯，营造出一种豪华舒适的氛围。性价比首选领先型，运动范那就是选择尊享型，最佳体验那自然就是行政型。领先型标配主动刹车、自动泊车、后排独立空调、360度全景影像等等配置，但因为是入门版 X7， 所以也是砍掉了并线辅助、座椅通风等配置。内饰上相比尊享没有全车星空顶，增加豪华气息。232的座椅布局在商务场合比较尴尬，如果是打算用作接待，建议优先看看2+2+2车型，但是在驾驶体验上确实要好上一些。尊享型相比前者多了方向盘换挡拨片、激光大灯、HUD 抬头显示以及最大区别 M 运动套件，如果是喜欢的车主可以考虑一下。行政型才给人一种旗舰 SUV 的样子，22英寸轮圈，后排座椅加热，
六座布局、杯架加热制冷、后排多媒体宝华尾键音响、电动后排遮阳帘等等配置，能上的都上了，体验非常好，但是体验和价格无法兼得。最后推荐揽胜运动版，这个价位直接看400马力版本，在同级别价位里，揽胜运动是唯一兼顾越野和公路性的。这次换代，新车发动机动力升级，极速更高，基于 MLA Flex 平台打造，全系标配动态空气悬架，车身颜色方面有更丰富的选择，高达12种配色。具体车型里，博主推荐 Dynamic SE 版本，在入门版本基础上增加了10万预算，但发动机最大功率从265千瓦增加到了294千瓦。对于一台这么庞大的越野车来说，这个升级很有必要。同时配备了21英寸轮毂、前排座椅通风和后排座椅加热等实用配置。要知道，路虎直接选配的价格是很高昂的，这10万元的升级基本等于白送。HSE 车型就没必要，有些锦上添花的意思了。在 SE 的基础上增加到了19个英国之宝音响和电动西合门数字大灯，看自己预算需求吧。路虎揽胜运动版底盘依然是前双叉臂独立式加后多连杆独立式的悬挂组合，支持软硬和高度的调节，全系标配中央多片离合器分配的全时4驱系统，支持900毫米的涉水深度和蠕行模式，通过性遥遥领先。如果在 SUV 中商务接待的话，我会更加推荐 GLS 或者是揽胜运动版，他们二者的使用场景更多的还是需要带客户去四处转转。首先，两款都是全尺寸 SUV， 外观足够大气，内部无论是后排空间还是舒适度肯定是完全够的。家用的话，我更加推荐卡宴和 X7， 选起来其实也很简单。要是想带一点驾驶乐趣又想坐得舒服，那就是 X7 无疑了。我个人感觉 X7 标配的内饰相比卡宴质感还是要高一些的。如果是追求驾驶乐趣的车主，我会更加推荐卡宴了，这个是正宗的赛道基因。如果本期视频还有不懂的地方，或者想要交流车的，可以看看评论区置顶，跟博主直接沟通，我还是很乐于交流的。今天的汽车种草主要是基于个人的感受和主观推荐，未必适合每一个车友。每个人买车最终都是要回归自己实际使用场景和诉求挑选。如果你身边没有太懂车的朋友，不妨可以通过绿泡泡好友的方式直接跟我沟通。好，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或者有聊到你心仪的汽车型号，不妨给我个关注和3连。如果视频数据好，这个系列我也会一直做下去。我们下期再见。